现在已经是5月的下旬了，大家来跟我一起看一下我去年11月初用优质蒜种种下的5种大蒜，现在都长得怎么样了？这些大蒜从种下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200天了。现在呢，也是比较好的抽蒜苔的时机。看看这个蒜苔，刚刚的弯下头，这个时候抽蒜苔是最好的状态了。大蒜其实还是非常好打理的，施下底肥，种下蒜瓣之后，就只需要等待。等到第2年春天，我们这一批大蒜大概是在春天3月底的时候给它施了一次追肥，后边基本上就没有再去管它了。如果是喜欢吃青蒜苗的话，从4月份开始就可以陆续的开始拔下来吃青蒜苗了。接着就是从5月份开始，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把它拔下来吃非常鲜嫩的蒜了。这个时候的青蒜苗也是可以吃的，只是口感已经没有4月那么好了。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辛辛苦苦种了将近200天的蒜，拔下来吃嫩蒜有点太可惜了。其实可以稍微再等等，等到5月中旬就可以开始陆续的收获蒜苔了。一般收获完蒜苔，再过个3周左右，就可以挖出来收获整头的成熟的大蒜头了。刚刚说到施肥，其实在3月份的时候给它进行一次中耕施肥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能够给大蒜的生长提供充足的肥力，同时也能够控制杂草的生长。中耕施肥后长出的杂草就非常的少了。当初播种大蒜的时候，还给土地上面覆盖了麦秆，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效的抑制杂草的办法。大蒜的生长周期实在是太长了，200到250天，再加上自身抑制草的能力又比较弱，所以覆盖麦秆或者是中耕除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咱们还是先来盘点和对比一下这5种不同的大蒜品种的生长情况，然后我就喊丽丽过来把能收的蒜苔给它收一下，顺便咱们也能了解和对比一下不同的蒜种它的蒜苔生长情况是怎么样的。这第一个品种是 Music， 是音乐大蒜，无疑这是这5种里边长得最粗壮的一个，就像当初种下的时候一样，它的大蒜瓣也是其中最大的。它的蒜苔也是在这个时候大部分都已经抽出来了，刚刚打弯是最好的状态。看看这些都是可以收获的蒜苔，这种也是一样的。这是第2个品种的大蒜 Purple Italian， 紫色意大利，长得也是挺粗壮的，只是比 Music 稍微的矮了一些。我仔细的找了一大圈，还没有发现它上边有蒜苔抽出来的痕迹，可能还要再稍微的等一等。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个参考，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一定断定这种大蒜抽蒜苔的时间就晚，也有可能是当初它发芽就比较晚一些。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用担心一下子收获好多的蒜苔，吃也吃不了，放在那儿就不新鲜了。咱们再来对比看一下，右边是音乐大蒜，左边是紫色意大利。可以明显看出它们的身材高度差距还是有一些的。第3个大蒜的品种是德国红，跟紫色意大利比起来根本是看不出什么区别，也是还没有抽蒜苔。这块砖头是分界线，右边是紫色意大利，左边是德国红，看起来好像就是紫色意大利的长势比德国红稍微的弱了那么一点点，其他的就没什么区别了。咱们今天的重点其实应该是第4个蒜种 Georgian Fire 格鲁吉亚火，它的特点其实非常的明显，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所有的蒜苔都已经抽出来了，而且已经抽得非常的大了，非常粗壮。咱们来整体的扫一下，看看每一株大蒜上面都是抽出来的已经弯了脖子的蒜苔。其实前些天就可以抽出来开始收获了，只是当时是没有时间的。咱们来几个蒜苔的特写看看，这边2个。这边有3个，这边一大片有好几颗，一会儿一定要喊上丽丽过来收获了，不然的话长老了那就可惜了。这里顺便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想收蒜苔的话，种 Georgian Fire 格鲁吉亚火一定不会失望的。接着是第5个品种 Spanish Roja 西班牙罗哈，这个蒜种也是没有抽出蒜苔来的。它的长相和长势和前面刚刚介绍过的紫色意大利还有德国红对比来看，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再来对比一下左边的格鲁吉亚火，还有右边的西班牙罗哈，这2种的差异是相当的明显的。所以说，不同的蒜种，它自身的长势啊、蒜苗的生长情况啊、抽蒜苔的情况呀，还有最后结出了大蒜，差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蒜头我们只能等到时候过3、4周拔出来再对比一下了。不过从当初我们种大蒜的时候用蒜种的对比，也是可以看出差异的。这块大蒜地最尽头的地方种了些孢子甘蓝，还有羽衣甘蓝。
孢子甘蓝和大蒜交叉在一起，还确实是非常影响大蒜的生长的。这边这几棵大蒜长势就要比旁边的弱了不少。再来稍微看一看菜园大地里边朋友给我们的那批蒜种，现在的大蒜长成什么样了？这批大蒜地里边的草控制的不太好，这周该给它除除草了。朋友给的这个蒜种看起来是比刚才的 Music 长得还要高大，而且这片地其实是没有刚才的土地肥沃的，这里边的土是非常的硬的，肥力也没有刚才的充足。所以说呢，不光是蒜种的差异，种大蒜的土地还有肥力情况，也是影响大蒜生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大蒜目前也还是没有抽出蒜苔来，当时我们也拔过。像这种长势高大的大蒜，其实它下边的蒜头长得并不是很大，应该是生长周期需要更长的时间的缘故。朋友给的这批大蒜头，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大蒜，只能自己留蒜种，自己来种了。不过旁边的就是我们去年的音乐大蒜，是那批种剩下的蒜种，我又在这儿给种了一些。其实从直观上看，倒是也看不出太大的差距，和朋友刚才的蒜看起来长势各种情况都很类似。不过如果仔细看的话，这音乐大蒜蒜苔已经抽出来了，看看。旁边还有这种刚刚要抽出来的，这种就还比较嫩一些，可以等几天，等它脖子弯下去，我们再收获。这种刚刚弯下去，感觉就挺好，非常的鲜嫩。现在看起来 Music 音乐大蒜还是相当不错的蒜种，蒜苗长得也大，抽蒜苔时间也还可以，然后最后长出来的大蒜头也是个头挺大的。在后边就是其他那几种大蒜，种剩下的那些最小最差的蒜瓣，我没有地方放，就给它也种在这儿了。种的比较密，当时是想吃青蒜苗的，结果最后其实也吃不了那么多青蒜苗。现在长势还可以，很多已经抽出蒜苔了，不过它的蒜苔的个头明显要比之前大的蒜瓣好的那些种出来的要小，而且它们整个植株的个头也是要小和细弱很多。不过我拔出来，它的大蒜的长势也还可以。不过这些大蒜的好处就是想吃蒜苗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拔出来，然后还能收获一点点的这种蒜苔，把它拔出来大蒜头，吃这种特别鲜嫩的大蒜头也不是特别的心疼。像这些地方都是当时长得比较密，我已经把特别鲜嫩的大蒜头给它拔出来提前吃掉了。这些大蒜头长势其实比刚才那些长得植株大的那些大蒜还是要稍微饱满一些的。后边这儿还有一片大蒜，也是那5种优质蒜种种剩下的那些蒜，我又给种在这儿了，也是按照刚刚的5种蒜的顺序种的。因为蒜种的质量有差距，土地的肥沃情况有差距，管理有差距，所以这个地块种出来的同样的5种大蒜品种和前面的对比起来，差异还是相当的明显的。大家也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各种不同的因素对大蒜的生长影响到底有多大。好了，就先介绍这么多吧。我们过去赶紧把蒜苔都给它收获下来。今天做一个炒蒜苔。这个蒜苔长得不错。那这蒜苔是不错。是的。好长呀，好长的蒜苔。看看那么嫩呀，又粗又嫩。哦，这3颗真好啊！蒜苔在这边可算是比较珍贵的东西，只有这个季节才有。妈妈，哪个？哇！妈妈弄蒜苔。是的。蒜苔就是蒜里边的东西。对，蒜里面长出来的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做蒜苔炒鸡蛋好吗？可以。你喜欢吃吗？喜欢的，我没有吃过。妈，是我们第一次吃蒜苔。今年是第一次吃，以前我们也吃过呀。豆豆去年吃蒜苔你已经忘了是不是？你太小了。那我们拿到好多蒜苔。对呀。蒜苔是好几好吃。对。这可不错。这个应该是挺不错的。
我们其实是买了专门割蒜苔的工具的，但是用着不是特别的顺手，还是用小刀比较方便。主要是数量也不是特别多，所以不用讲究特别高的效率，慢慢弄就行了。明年咱们可以就种这个格鲁吉亚火这品种，专门用来收蒜苔。感觉对它出的早，而且我感觉它长得要比往年咱们的蒜苔要好。那 Music 看着也不错，紫色意大利、德国红还有西班牙罗哈都还没有抽蒜苔，格鲁吉亚火是抽的最好的。然后就是音乐 music。杂草，一个小杂草。拿到一个杂草是吗？这就算这一批里边特别小的了。对。所以买这种优质的蒜种，还是比超市的要好很多的。差别还是挺明显的。超级大杂草。啊，这一片还有最后3根了。这都是豆豆摆的，你把它捋顺了吧，就把根儿和根儿摆在一起吧。豆豆就不会像麦麦那样每次摆的整整齐，豆豆就是乱放。你要是麦麦给弄，你都不用跟他说，他就给你弄得整整齐齐的。啊，这么一大把还是不少的。哇，终于能吃上蒜苔了。来，豆豆拿回去吧。好，谢谢你。走吧，回去炒蒜苔了。收过蒜苔的大蒜就把它这样压倒，过3周之后就可以开始收大蒜头了。哇，一会儿的功夫，丽丽已经把鸡蛋炒蒜苔炒好了，看着太有食欲了。豆豆，你都吃上了。咱们家的草莓，咱们家的蒜苔炒鸡蛋，这是你自己盛的吗？不是妈妈。妈妈盛的，好吃吗？好吃。啊，这次记住了，你吃过蒜苔炒鸡蛋了？对呀。好，爸爸也要吃饭了，太香了。草莓也真是很好吃啊。对呀。都是咱们家自己种的，是吧？对呀。